过去说3、5个人或者7、8个人的反革命集团案，首犯主犯都是唯一的死刑。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判一批人死刑，合乎我们所理解的那个逻辑的，必须有人到海外去介绍前人监狱这些人的情况，然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跟研究能够保他们一命。但是都是读书人出身，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根本没有偷渡渠道，也不知道怎么偷渡当然知道偷风险是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自告奋勇10年寒窗苦读的结果肯定付诸东流。所以我就说过，在那个晚上，最后我把我随身带的政法大学的工作证很痛苦的把它撕了。那个深更半夜还下着细雨，那个海浪一波波的泼到那海边的礁石上。哎呀，所以当时真的是有点犹豫。后来事后我查过那天的温度，它最低温是摄氏7度。哎呦。就是您的黄雀行动，因为我知道其实黄雀行动救了很多人，但您的这个经历还是怎么说都是很传奇的，就是你自己主动跳到冰冷的水里，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专门细问过您这一段，您给我讲讲，从设计下决心中间到有什么样的考量，有什么样的纠结，最后成型。像黄雀行动就是香港人组织的救援89年以后被追捕的那些重要参与者嘛，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行动当然我跟黄雀行动的关系呢，应该分2部分。我逃离中国的前一段是跟黄雀行动没关系的，是我自己个人的行动，然后后一段是跟黄雀行动有关系他们给予了帮助。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90年的2月底我有这个要离开中国到海外的念头是大概应该是在1989年的年底那时候因为我们底下还有几个就观念一样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在关注着秦城监狱里头的那些关押的那些89名参与者能够关到秦城监狱，当然都是所谓重要的参与者，在当局眼中都属于重要的幕后黑手或者学生领袖当时关押很多人，所以到了89年底的时候，就我们当中朋友就得到信息说当局正在大审判做最后的准备，也就是说大审判很可能会来，然后重要的那些参与者就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很多人会被判死刑。所以当时我跟几位朋友都是相信的，因为我们对中国了解过去说3、5个人或者7、8个人的反革命集团案，首犯主犯都是唯一的死刑。那当局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那判一批人死刑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是合乎那个我们所理解的那个逻辑的。所以当时几个朋友就说呢，必须有人到海外去介绍前人监狱这些人的情况，然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跟研究能够保他们一命但是都是读书人出身，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根本没有偷渡渠道，也不知道怎么偷渡当然知道偷风险是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自告奋勇因为我本身我是从小到大有侠义精神这种有风险的事，那不做谁做呀？只能我做。我说我来做，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决定了离开中国，就一直到了学校，很快放寒假，
我想借着寒假，啊，一路南下偷渡出国，啊，至少有一段的时间官方不会注意到，因为寒假离开校园很正常。刚好又借着寒假呢，能回家跟母亲过最后一个春节，啊，我想不管成功不成功，好长时间呢可能见不到母亲，啊，因为不成功哈，被抓住的话，老占星呢一起算可能判得不清吧哈，因为本身就你是八九参与者，然后没有抓你躲过风头，已经老了一次了哈，然后又要外逃，那不是普通偷渡，肯定把你定性为叛国偷敌，对吧？所以如果成功的话呢，也有好长时间可能见不到母亲。虽然放寒假的时候我就先回家，往年一样先回家，啊，跟母亲一起过春节。所以那一次寒假，我跟过去那么多年了回家度寒假过春节不一样。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也不珍惜这个亲情，所以说好多时间都是在外头跟朋友，甚至在朋友那过夜啊，太晚了啊。不回家的，但是89年年底那时候回家，要90年春节我基本上都在家，啊，我比较珍惜，我知道好长时间可能见不到母亲，所以过了春节以后呢，然后我就一路南下，我跟母亲当然不会说我要走的话，母亲坚决不会同意，所以我就说我回北京，然后开学了，然后就是一路南下。所以先到的那个广东省佛山市，因为佛山刚好有人介绍了一个温州做生意的朋友，做一个落脚点，然后找到了温州朋友，然后，跟他住在同一家旅馆，因为他是做生意，旅馆里头有固定的房间作为办公室、公司地址的，可是等了好久，大概至少等了有半个月多吧，找不到愿意帮我偷渡的蛇头，啊，蛇头就投资集团的负责人嘛哈，他们中叫蛇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沿海地带风声还很紧，因为好几个重要的人还没有抓到，比如说关丹总指挥蔡林跟他的丈夫副总指挥冯洪德，啊，好多没抓到，所以边境沿海地区呢风声还是很紧。所以偷渡集团呢，他不愿意带不讲广东话的人，因为带广东话的人，被抓住没有后果，啊，蛇头随便一个身份出面，100块人民币一交，当场放人，啊，不追查，不追问。可是你要是不讲广东话的外地的偷渡客的话，一旦抓住的话，不会说100块钱就放人，要审查到底是不是64分子。所以这样的话呢，等了半个多月，后来，当然还是继续努力啊。后来我就想了一招，温州人不傻哈，别看我是异类哈，读书，我就跟那个朋友说，我下一次去见偷渡集团人的时候，我们要先讲温州话，啊，让他先知道我们是温州人，尽管普通话讲得不错，我们还是温州人。哎。这么多次以后，终于成功了，有一个蛇头愿意带了，他相信我是温州人，因为除了广东人、福建人以外，温州人也有偷渡习惯，温州的华侨基本上都温州人嘛，哈，所以我说我是要到海外跟家人团聚，所以只能用偷渡方式。因为中国有一个蛇头相信了，但是呢，就是要了比市场的偷渡费高3倍。当然，这钱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就同意了。那这样呢，就是然后有了这个偷渡渠道，然后他就带着我从佛山市到广东省中山市，所以中山那个晚上是最后一个晚上。对，第2天就到珠海就直接出境，所以那天晚上对我来讲是比较沉重的哈，因为想从此以后。离开中国，离开母亲啊，特别是离开自己的专业哈，因为这么多年哈，北大7年读书，你想，然后在政法大学也是从事古文献，啊，10年寒窗苦读的结果肯定付诸东流，所以我就说过，
在那个晚上，最后我把我随身带的政法大学的工作证，很痛苦的把它撕了，然后冲水马桶冲走。因为偷渡过程当中，万一被边防武警抓住，就暴露我身份，对吧？所以呢，撕那工作证的过程是非常痛苦，非常痛苦。然后中山市旅馆只住了1夜，然后第2天就去那个珠海市。珠海市因为隔着海湾就是澳门嘛，所以蛇头呢开始给我2个选择，一个就是说，坐船偷渡，这样的话呢，他说比较安逸，但是呢，偷渡成功率低，因为渔船在海上目标比较大嘛，很容易被那个公安或者武警的巡逻艇会抓到。另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游过去，目标小，但是呢可能比较辛苦，但成功率高。那我当然选择成功率高的，我就选择了说游泳过去。选择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到底是要游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他结果又怕我反悔，那退钱的话，你想3倍市场价的钱，偷渡费挣不到。然后告诉说，很简单了，这一条河了，说最深的深的那个深度水深是到胸口了，这几乎是跨条腿就过去了。那我想，对我从小到大，在河里江里混大的孩子来讲，不是个问题啊。然后到珠海山是，就是在一个茶餐厅待了1个下午，等到天黑。天黑夜幕降落以后，就带着我就是步行前往那个偷渡点，然后穿过农村，很大的一片农村的田野，途中还在一个农家放那个稻草放那个农具的那个田野小屋里头休息了一会儿，所以养足精神，到时候好很快的游过去哈。说我是温州人机灵，但是当时也犯了个错误，就他说就聊天嘛哈，躺在稻草堆上聊天，他说你们到了香港以后，到了澳门以后，有没有足够的生活费之类的？我当时想带着人去的，其中一个人就说了，说我们带了足够的钱，这个话是不应该说的，因为带着我们偷渡的2个年轻人，人高马大的，那我们看起来文弱，万一他见财生心的话，我们不瞎求了嘛？我广开支持他，没多少钱嘛，那个也带着也是温州人，是帮助我偷渡的哈，因为这可能，我想时间没有先去说那个人的事。然后到了深更半夜，然后再从那个农家的那个放工具稻草的屋子出发，到了偷渡地点，我一看，我的妈家呀，这哪是一条河啊，整个是一个海嘛哈，那个深更半夜还下着细雨，那个海浪一波波的泼到那海边的礁石上，所以当时真的是有点犹豫，因为看不到，距离太远，看不到澳门的灯光嘛。这一下真的是说生死难料，当然我想已经在北京说自告奋勇的自己说我去，然后这再回北京的话，我说对不起这个脸，所以说江湖人嘛，侠义为先的话，脸面最重要嘛哈，所以我后来就咬咬跳下去，后来花了，因为当中要穿过一个小岛。然后等着岛上那个驻军边防武警部队驻军巡逻队过去，然后再快速穿过小岛，再跳下去游过去。那到了小岛，穿过小岛才看见模模糊糊澳门的灯光，这时候心里有了底了，毕竟看到灯光了，我跳下去再游过去。主要天气太冷要是2月底深夜，下着雨。后来事后我查过那天的温度，它最低温是-7度，这是非常寒冷，所以快速的热量就消耗光了，
所以快到岸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大腿不对劲，有抽筋的感觉。幸亏呢，因为有那个养殖业的那个大竹竿，养殖就是立几条大竹竿，然后围成一个网嘛，就网，用那个大网来养鱼箱。对，我管键抱住那个大竹竿，然后呢，两条腿反复慢慢的蹬活动一下，感觉不错，然后我再重新游过去。当时穿的什么衣服？那么寒冷的天。到岸边之前，当然是像正常人穿的足够的衣服。可是下海之前都把衣服就要脱掉，就穿条内裤。所以说，特别是穿越小岛，趴在那岛岸边，等边防武警过去那段时间，是感觉有生以来最寒冷的。哎呦，因为北京我生活很多年，冬天是很冷，可以穿足够衣服嘛，进屋有暖气。可是你想是穿一条内裤，等于是赤裸的，海风吹过来。哎呦，所以在那个时候，两个护送我们过去的年轻人专门做这生意，其中有一个受不了了。他说抱歉，我今天感觉不对，说我不能再继续护送了。他说我得先回去。就后来等于就剩下一个人带我们2个人游过去，所以说是非常寒冷的，连他做这个生意的、常年做生意的年轻人都受不了。哎呦，所以说到了的最后一段路程是最艰难的，就不是沙滩。沙滩的话，我们熟悉，站起来就走上去了，是一片海土，海土就是烂泥嘛，烂泥就是沼泽地似的嘛，你不快速的四肢爬动的话，就陷下去，完蛋了。所以我们只能4脚快速的爬动，可是因为天气寒冷，加上中间我们已经花了3个多小时，体力耗得差不多了，最后大概离岸不到10米左右爬不动了，脑子在想着赶快爬，赶快上岸。因为事先我们知道说澳门被中国官方渗透的比香港还严重，就是广东人就叫它半个解放区，不仅是其他领域，就连这个警察系统都被渗透。所以说蛇头年轻人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不被那澳门警察抓住，说抓住等于是给共产党的警察抓住一样。所以我当时说赶快上去，可是实在不行了，所以那个蛇头跟另外一个我的那个同伴他已经上岸，招手，我脑子说跑不到，后来那个年轻的蛇头就又爬下来给我拖上去，哎呀，拖上去这糟糕了，后来就因为下半身到处是伤口，因为那个海土烂泥里头很多锋利的背鞘被割的，哎呀，你要自己爬不会沉下去的话，不会碰到底下的那个背鞘所以这样都上了岸，然后他们有临时落脚点，然后就是在那个离海岸不远的临时落脚点，我们就简单的在院子里用水龙头冲一下身子，都是泥嘛，当时就是几十秒我就赶快进屋，大家都挤到被窝里头取暖，实在太冷了然后等到天亮，然后带着我们往澳门市中心的他们的那个窝点去，然后就到了，然后下一步我再去联络环球行动。所以我比较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2个幸运所以说上帝在保佑第一个我没有选择坐渔船，同时也是这个投资集团负责的有几个女的选择坐渔船，渔船被拦截了，哎呦，被这中国公安抓了。然后呢，第2天在澳门临时说从窝点出发往城里的窝点去走的时候，开始蛇头说我们叫一辆出租车，临时他又改变主意说不太远，我们走路去吧。我说好，就走路去了。然后另外一波的人也是在那个临时窝点过夜的人，叫出租车被抓走。这2次我们都是很偶然的，一次我就躲过了那个被捕，一次是中国的公安，一次是澳门的警察。
所以我就说我能够九死一生哈，最后登岸以后有2次又避过了这个被抓哈，我说冥冥之中可能有神在保护啊。那到了澳门以后，我才去联络香港支联会。为什么我开始不联络香港支联会？是因为这之前反拒行动的这个救人出了问题，就是他们在救王军涛、陈子明的时候，反拒行动他们派了2个人到大陆去接应，被捕了，就说明有人出了叛徒或者出了特务。然后的王军涛、陈子明也是在一个在长沙火车站，陈子明是在广东湛江，夫妻俩都被抓了。他们知道说这个救援当中出了问题。后来当然我们知道是谁出卖，是谁？是一个跟我们一样老北大7、8级的一个物理系的学生，很有名，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文化部部长，也是北大的活跃分子，跟王军涛他们北大活跃分子走得非常近。然后后来以留学名义到美国，在美国也非常活跃啊，是全美学之联的总部监事，又是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总部监事。所以后来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头，国安部门找不到最重要的幕后黑手王军涛跟陈子明下落，所以就动用这个人，以海外所带着捐款、带着偷渡渠道回中国，帮助陈子明、王军涛逃离中国。因为他的这个刚才我介绍的背景嘛，所以说王军涛、陈子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者就费远。费远也是北大77级经济系的，也是活跃分子。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在陈子明那个民间经济研究所，就是民间的机构，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对，担任副所长。然后他们后来出资跟北京经济学周报合作，费远是副社长，高宇是副总编辑吧。所以费远是这么一个重要，而且跟陈子明、王军涛关系密切的人，所以费远当然也熟悉海外派来这个人嘛，就相信了他，说我可以出面把王军涛、陈子明下落找到，你负责把他给送出去。费远出面找，最终找到了。然后费远第一时间就被逮捕了，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是费远出卖，其实不是，其实是这个海外来的北大这个前学生会文化部部长干。所以这样呢，我就决定说先自己出境，然后再联络反拒行动，联络香港支联会。所以后来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史廷健，因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我讲他名字没关系，也留下一个真实记录。就让他就是联络香港支联会，我们在澳门急需救援，然后支联会呢，然后就派了2个年轻的大学生，一男一女到澳门，给我们录音录像，拿回去做查证用。回头查证了，我们的确是这个人，讲的是真的，然后就安排让那个六哥安排渔船偷渡。所以后来六哥就派他的那个卵孙弟弟就七哥到澳门来接送我们俩。然后呢，七哥一见面他就掉眼泪，然后江湖背景人士还掉眼泪。他说，因为他说我救了这么多人哈，因为我说过他已经救了134个人，说第一次看到说这么比较悲惨的状况，身上很多伤嘛，脸上还割了一道。而且您穿着一个短裤跳到冰冷的海里头之外，身上没带任何东西啊？带了东西，因为这个也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刚才先把过程讲一个完整的吧哈。这其中有这就是因为你上岸以后，你不可能说穿着裤衩，上岸那很容易就是偷渡客嘛。所以说所有的衣服、裤子、鞋、腰带，所有东西他舌头是有经验的，就装到那个超市购物的塑胶袋里头。
然后把它口袋扎紧了，里头就有多少有空气，然后再套上一个塑胶，再扎紧了，再套上，一直套上大概7、8个，然后最后再用个绳子把它扎紧了。那你看7、8个塑料袋里头就有比较够的空气了，然后那个绳子打成圈挂在脖子上，那一包东西放在胸前，他说你抱住它游过去。我当时我就很惊讶的，我说我从小到大游泳，最忌讳的就是说脖子上挂东西抬不起来呼吸嘛，你蛙泳的话游一下又头呀，你知道吧？都游一下又。他说你听我的，我们做这生意的有经验。果然后来我抱着那个一下水，它有很大的浮力，还能当个对，他有经验。万一你水性不行呢？对不对？这等于就是一个救生圈嘛。你不能带着救生圈、救生器材深夜穿过边境地区，那很显然就会举报你嘛，偷渡客嘛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救我命的，这他们的另外一个经验。下水之前，他强迫性的说拿了一桶那个装桶比较大的一瓶浓缩的人参蜂丸浆，一定要喝下去，一滴不剩。他说你不管好喝不喝不好喝，一滴不剩。因为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为了提神，也是隔三差五喝那个人参蜂丸浆，北京人参蜂丸浆，但是那个很小，只有大概每一片只有这个小拇指大，有小细管插进去，对，它那个是比较粗大，是那一瓶等于我那个瓶子喝，它至少4瓶到5瓶喝了。我想相信专业嘛，对不对？做文献你得相信我呀，但是做偷渡你得相信他呀，对不对？我喝了，那救命，因为那个高热量的东西，所以在那个寒冷天气下，体力消耗快的话救命。要么不是我抱着大竹竿可能就救自己的，可能早就脚就抽筋了而且可能也浑身发热，你也不那么冷。对，他说就那个东西浓缩的人像蜂丸浆救命嘛，它高浓度的热量嘛，对吧？比你巧克力的热量高多了，对不对？所以呢，说我们必须得相信专业。所以我幸亏是没有偷偷的扔掉，我喝的一滴不剩，救了一命。所以这就是偷渡它的一个小插曲，对。所以我那个时候除了衣物以外，我就带了一张小纸条，就是一个地址，就是香港的一个地址跟电话，是一个北京朋友给我的，说万一需要的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是他的一个亲切还有就带了我一个纸东，就一份公安部的通缉令，那个现在是文物了，我想带在身边的，这一次我特意从储藏箱里头把它找出来，我是要带到身边。就是中国公安部通缉令，上面就是通缉这个陈泽民、王军涛，包括柴玲、彭中德，还有陈泽民的太太王之红，5个人的，6个人，还有一个人民日报那个编辑吴学畅，就是89年所谓伪造人民日报号外的，总共通缉他们6个人。我就想带到海外，给海外的团体或者相关的政府机构看，就是王军涛、陈泽民这有多重要必须得救他。就带了通缉令，现在当然成了那个文物了所以我一般不会捐出来给别人这因为当年随身带过去的就是一份通缉令，一张小纸条，其他不能带多了怕牵累别人。所以你刚才说带了什么东西就带了。所以七哥看到你遍体鳞伤，脸上还划了伤，他掉了眼泪了。他也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有江湖背景的人。为什么说黄雀行动找6哥他们作为前线的救援，是因为他们过去从事走私生意，所以从事走私生意的话就有很多社会背景走私生意的话，你至少跟一些黑社会
得有关系啊，才有渠道啊。所以呢，包括在中国大陆的话，他跟武警、公安、边防的人要有关系啊。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利用这个优势。所以说，在60以后，反确救援行动以后就成功了，就是这么多人。所以你看，其中有些最重要的人，我记得是陈一之还是别的人，就是说坐在武警、公安、边防部队的巡逻艇，从偷渡途中遇到了公安部门的巡逻艇，双方还开火。哦，还开枪了，两边。对，因为公安的跟你武警不一样嘛，他叫你停止检查，你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暴露了，上面都是武警啊，武警官。所以说那一船的武警官兵，后来把送人到香港，他们回不去，然后非常敏感，港英政府就第一时间把那批军人送到英国去了。所以他们这个六哥他们做的，因为他们过去从事走私生意，所以在香港、在中国都有很好的那个渠道。因为说句通俗的话，就是中国边防公安、边防武警很多人被他喂饱了嘛，每次走私一次要给他提成嘛，回扣嘛。所以说呢，后来加上有些武警或者公安内心里头同情89的参与者。这样，所以他们才有优势条件从事这个反确行动，那更细的东西我不能去说，因为我的1989系列，那个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写的系列文章，我已经非常注意到别人的安全，非常有分寸的写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偷渡过程，结果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朋友就是跟反确行动有关系。要求我下架，有4篇文章。我说既然你认为有问题，我就下架。所以反确行动很多东西可能细节可是没法说，所以我只能谈我自己个人的跟反确行动相关的。所以到了香港以后，当然一切就没问题了。所以所有东西都是相关的团体跟朋友在帮助然后第一时间就跟六哥，我不是说应该讲过了哈，就是彻夜长谈之后，第2天就有立法会的一个民主派议员陪着我到香港入境处去自首，因为偷渡毕竟违法了哈，咱们的守法，所以自首，在那个偷渡入境的这个认罪书签名，然后呢，他呢就把我送到那个新屋岭的那个拘留中心，要走程序，审查，所以在新屋岭中心我待了大概3天或者4天，然后经过他的所谓的身份的甄别，那个甄别是很详细的，很专业的，就包括我在89年之间参与的事，一件事要说清楚，他一一做记录，后来那个甄别的官员说：“哎呦，吴先生，你的都可以写一本书了，你看从第1天到最后1天，你都在第一线可以写本书了。”然后要画出我的政法大学的那个整个校园图，教学大楼在哪里，办公楼在哪里，你的宿舍在哪里，然后有几个大门，你说党委书记是谁，校长是谁，当然这些对我没问题，但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识别你的身份的一个过程。后来都3到4天就通过了，通过就给我一个临时的一个身份，就随身带，因为香港警察随时被查，然后等待去第3国，所以我在香港从3月初吧到7月5号离开，等了4个月。当然4个月生活，是香港相关的朋友他会帮助，所以房租生活费不用自己担忧我非常感谢，因为在89民运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就捐了很多的钱然后后来主要是支联会成立以后来使用这笔钱反确行动它是单独一个项目，所以另外就是又捐了很多钱，包括很多知名的人物包括那些很有名的，比如可能鲍玉刚这些
我知道的就是至少像《新岛日报》那集团的那个女老板胡仙吧，叫什么，他们都捐了钱的，包括知名演员那个梅艳芳啊，当时也是捐了钱这些，所以很多人捐，因为整个环球行动费用是非常高的啊，因为你要冒着风险啊，租渔船，甚至很多重要人是从中国大陆一路护送到沿海，再偷渡出来，这费用是非常高的。我像我从澳门到香港，是安全的，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段哈。好，那时候渔船好像花了18万港币。哎呦，那你想从中国大陆啊，风险更高，当然相关的背景的收费会更高。而且它是一站一站都有人接送，就是像接龙一样这么给送下来的。所以环球行动真的是体验了我一向很崇尚的那种侠义精神。有一个江湖在那。对，很多人就是侠义嘛，一方面他当然说表面上说是那个很尊重这些重要参与者，当你真正要站出来做这些事，你需要侠义精神。又是有风险的呀，不是简单的一个经费的问题，风险。所以很多人，包括中国大陆很多人参与，包括我说那些武警的边防人员，甚至包括现役的军人。所以后来我就认识一个现役军人，成了好朋友。他当时就是一个团长，现役的军团，而且他的父辈是55年的将军，红二代。就因为出于这种侠义，出于良知，冒着风险帮助那个苏小康，先是提供野场地，然后一路护送他到香港。那当然自己也回不去了，所以这种人，像在整个环球行动当中，很多这种人，很多无名英雄我对他们很尊重，因为我从小我都崇尚这种侠义嘛两肋插刀对，所以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我是喜欢这种人。我说从小到大，一直到北大读研究生还是为了受欺负的同学给人家打架说两肋插刀插满了刀就是两肋插满了刀。对，两肋插满了刀。我说从小到大，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研究生，你想，所以在北大本科的时候，那场架打得惊天动地的被举报，然后校保卫部立案，差一点就是开除学籍了幸亏就是说当时从校方到我们中文系各级领导偏向我们这些7级学生，因为打架对象是工兵学员他们是很骄傲嘛，都是政治过硬，所以上大学毛泽东说的是上管改，就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老师反而是被改造对象。所以老师当然不喜欢他们，一个文化程度低，不爱学习，再一个又是很傲慢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学习成绩好，然后呢又尊重老师，所以说那一架幸亏是我们第一期高考入学学生，所以一直拖到那个跟我们打架的那个工人民大学生毕业，只是不了了之。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打架，我们在北大最大的学生食堂，没有饭桌，没有椅子，3000人可以同时用餐。当然是对方不对他插队加塞，然后还打我们班同学，把我们班同学用饭盆砸得头破血流。当时我就很生气嘛，我说回去，我说你指认哪个人我们原始的方法正义复仇，我们到园林处一人拿一把铁锹，5个人因为入学以后，我们1个星期劳动在园林处，知道哪里有铁锹，一人1把大饭团追着他们那工兵学员打，他们地质系的身强力壮，都地质队的嘛，书包里都有把小铁锤，敲打敲石头的，石头用。结果我们5个人更勇猛拿着铁锹，抡着铁锹就上去了。对，很有意思。就当时我是穿军装的，所以事后被第一个指认特征太明显了嘛军人穿军装的，而且是军官服装，4个口袋。然后打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文系比我高1个年级的工农兵学员也是穿军装的，人高马大在拉架
啊，他都没有拉偏架，都偏向功能编序案，因为我们毕竟一个系，然后他是我们中文系的排球队的主攻手，我是二传手，哎呦，对吧？所以认识我，对不对？咱们是队友，对吧？我是给你传球，你才能那个扣球吧，对不对？所以呢，没有拉偏架，就是想把它拉开居中，啊，那个也是穿军装又大高个啊，我们叫他王胖子。所以事后我也感谢他，我说王胖子，啊，我说你没有，因为你是功能编序员，你拉偏架哈，你还是很公正的。王胖子是谁？王志华，赵紫阳总理的女婿。哎呦，对，那时候赵紫阳还是总理嘛。哦，对，所以我为什么先说，最后说王胖子是谁？人真就是那一次，我就觉得这个人公正正派，对他印象很好。所以60以后，我对他很敬佩啊。因为北京宣布，5月15号，邓小平在家里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嘛，对不对？拍板戒严镇压，赵紫阳就输了嘛，啊，在他家嘛，本来政治局5个常委是2-2嘛，一个弃权嘛，5个常委，决定不了嘛。邓小平一在，乔石原来是弃权的，变成支持戒严了嘛，3-2，啊，所以赵紫阳回家就开一个家庭会议嘛，把几个4个儿子1个女儿嘛，加女婿嘛，开家庭会议，包括太太。说我做了选择，反对戒严，反对镇压，当然我这个选择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我撤职肯定的，可能还要入狱，你们怎么看？很令我敬佩的是，所有的子女，包括太太，二话不说支持他的选择，知道吧？包括这个女婿，所以后来4个儿子当然因为会受牵连嘛，所以咱最后都不在家了。60以后啊，都也赵紫阳夫妻当然也想保护他，所以最后软禁期间一直到死，实际上是女儿跟这个女婿一直陪伴到最后。所以后来赵紫阳去世，包同想单独见最后一面，因为60又没见过嘛。当局终于同意，然后国安陪同在场，单独包同在北京医院停尸房见赵的一面。可是国安不让照相，所以呢，王志华忍不住跟国安打了一架，这挺仗义的一个人。对，所以我那时我说北大呢是大师生打架，我就会想到王志华，真是很好一个人，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高干子弟，他做赵紫阳女婿之前，他父亲是西藏军区的空军司令员。后来父亲调到北京军区做空军司令员，所以也是一个将门之后。然后64之前，到时候他已经是中央军委那个常务副总参谋长徐信的大秘书，级别很高了。可是因为赵紫阳没有任何理由，就你回家休息。他现在在哪儿？还在北京。他跟他的太太一直在北京，所以说他们俩夫妻一路的陪伴赵紫阳夫妻，先送走了赵紫阳的太太，后来又送走了赵紫阳。所以说这样女婿真让我敬佩，就有情有义。